一位通讯方面的专家，北京飞控中心的总师王野俊。那这次我们注意到有一个特点，就是所有天地之间的这个通话，声音质量特别的好。因为有3位航天员，每一个人说话的声音我们都可以清晰地分辨出来，尽管我们对他们的声音本来没有那么的熟悉。那么为了做到这一点，地面要做什么？地面上的话就是做大量的测试工作。这个首先的话是我们的这个子系统，然后整个大系统，到最后的话呢，就把宇航员一块请进来，就是根据他们不同的特点、不同的这个麦克啊、这个扬声啊，然后根据这个线路的特点进行调整，就是来回反复多次的进行测试。那在这个地面听到这个航天员传下来的声音非常的真切。另外，我们想知道，就是航天员如果听地面的声音，因为从北京飞控中心有无数道的命令要发出去，而且是不同的人的嘴发出去的，他们听到的声音也能分辨清楚吗？应该是的，应该是的。就也是非常的真实的。对，它的声音的这个保证度还是非常好的。好，这是一个双向的真实效果哈。对。好。那今天对于北京飞控中心来说，又加了一个新的任务，就是伴飞的小卫星。对。那我们也拿到了它的这个动画的最新的轨迹，这个轨迹应该也是一个实时的一个状况，就是真实发生的一个状况。我们一起看一下。好，那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情况包括一直持续到现在的情况，我们注意到一个特点，就是这个伴飞的小卫星呢，是飞得离我们的飞船越来越远了。为什么？是这样的，它第一个阶段的话呢，就是说首先把这个小卫星要释放出去。那么地面先发一个指令，然后这个宇航员在天上再做一个这个释放的这个动作。那么这个卫星就放出去了。出去以后的话呢，为了确保就是说这个卫星在天上飞的时候，它不能跟这个飞船进行碰撞，所以的话呢，它距离是慢慢的拉开的。那么到后面的话呢，当这个宇航员在返回的时候，这要慢慢的逼近这个轨道窗，就做这个2个这个目标的控制的这个试验。所以它的这个轨道会忽远忽近，这样。对，就进行这个控制目标就是要试验我们能不能控制这个忽远忽近。对，能不能控制就是同时高精度的控制2个目标。这是一件很高难度的事情吗？这是一个应该说是对测控来讲的话，它是一种技术上的试验，就是看我们的测控精度控制精度这方面的这个技术水平如何。那我们为什么要做这样的事情？挺费劲的，让它忽远忽近。这个的话就是为以后的像这个对接，比如说2个一个目标舱一个轨道舱要对接的时候，那么这时候要相互间引导，然后再控制到一定的距离以后，让它自己再去通过比如说宇航员通过一些光学的设备进行再对接。那么这个时候非常关键这个技术。所以这也是为神8、神9在做准备。对，就是你控制的不好的话呢，它会撞到一块儿，那另外或者是就跑得很远，就到不了一块儿。好，那除了这个小伴星的这个任务之外有一个任务近在眼前，就是明天我们要想办法让我们的这个神舟飞船非常安全的回到我们的怀抱里。那么现在关于这方面的准备工作怎么样？是这样，就是说目前的话还是主要的大量的对这个轨道进行计算，然后的话呢，这个确保就是说在一个合适的点上发一个指令链，让它进行一连串的这个返回的动作，那确保它返回到我们的着陆场上去。现在对于这个返回测控的这个精度有多大的信心？根据就是说我们以往做的神5、神6的话，还是一次比一次做得好。就这2次的时候，就是神6比神5做得还要好，就都非常精准。那明天呢？希望明天做得更好。好，那我们也期待着我们这个小伴星的测控会有一个新的突破。同时呢，明天神舟7号会非常安全的、非常精准的回到我们的着陆场。好，这一段的报道就是这样。释放一个伴飞的小卫星，那么这次释放呢也非常的成功。而这个伴飞的小卫星，它到底是有什么样的一个功用，又是长得一个什么样子？我们的记者呢，在神舟7号飞船发射之前呢，也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就这个问题呢做了采访，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
在神舟7号飞船上，除了3位航天员以外，还有一位特殊的乘客要搭乘飞船开始他的太空之旅，那就是由空间应用系统的专家研制的伴随小卫星。那今天呢，我们就来到了酒泉卫星发射中心的有效载荷总装测试厅。那在这里呢，在这个卫星登上飞船之前，我们先来一睹下它的庐山真面目。现在我们看到的就是伴随小卫星了。那看到这颗小卫星呢，它的高度应该有1米左右，那么周围是有一些红色的保护板在保护着它。那么它的大小可以说是有一个床头柜，或者说是一个2个小的旅行箱那样的大小。那么这颗卫星到底有多重，到底有多大？那么它在太空遨游期间要完成什么样的任务？那今天呢，我们请来了空间应用系统常务副总设计师赵光恒老师来给我们介绍它的具体功能。这颗小卫星呢，我们重不到40公斤，准确说呢应该是39.8公斤。那么这颗小卫星呢是体装的太阳电池，功能密度还是很高的。这颗卫星呢应该说有3个方面的任务。那么第一个呢，我们就想试验和验证这个微小卫星的在轨释放的技术。第二个任务呢就是释放完以后，我们要对飞船进行照相和视频的观测。那么第3个任务呢，就是在返回舱返回之后，我们要择机对这个留在轨道的轨道舱，进行伴飞的技术试验。在小卫星的头上、脚下共有6根天线，它们主要用来接收和发送各种数据，以便于地面指挥中心对卫星的控制。我们对伴星进行控制，我们需要接收它下来的遥测信息，我们还要通过地面发送遥控指令。那么发送遥控指令、接收遥测信息，就要靠应答机的接收发射。那么，另外那个速传机的发射天线呢，主要用于我们这颗卫星有2台相机，那么相机呢能拍到一些照片，要把这些图片数据通过速传天线，我们把它送下来。有2台相机，那相机我们看在什么地方呢？那么相机现在就在这个底部，那么现在用这个红色的这个绸布的这个保护罩。哦，这2个是。对。那么这是镜头。镜头。啊，那个这里边呢装了一个宽4场的相机，还装了一个窄4场相机。现在我们看到这个有空间应用系统的专家们正在对这颗小卫星进行这个装船前的最后一次的状态测量。那么这个状态测量呢，包括推进剂的气体减漏，还有现在我们进行的这个固定螺丝的这个去除。在完成整个这个状态测量之后呢，这个小卫星就会被送到飞船系统，那么在明天或者是晚一些时间安装到飞船系统上。对小卫星进行检测，工作人员首先要在脚上或者手臂上连接上一根地线。专家